好，我用这一些素材呢，大致堆了一下啊，堆的比较粗糙，然后把大厅和这个过道呢，稍微把它变亮了一点。好，收尾工作呢，还有一些需要进行的调整。第一个是这个后期处理体积，你会在场景里面发现几个后期处理体积啊？这个场景里面呢，我们只需要一个，把其他的后期处理体积你都可以删除掉。然后这一个呢，也有几个地方需要调整的，就是把它的 bloom 呢，你可以根据这一个实际强度啊来调整一下。另外洞穴呢可能会需要暗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呢，像这种我们之前有讲过啊，所以呢，可以根据你那边的实际情况来，我们把 bloom 呢，实际上也可以关掉，不用了。好，另外需要有一个设置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们往下走，有一个全局光照的方法，你可以使用这个 lumen， 然后还有这个反射也是用 lumen 啊，这是需要一个调整的地方。好，另外我们再看一个东西，在这个场景中有一个直射的光源，这一个光源呢，你需要来稍微改动一下。我这里选用的这个光的强度是10，当然你可以稍微把它变弱一点啊，变弱一点。好，但是这个变弱之后呢，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间接光照强度，默认呢为1。什么叫间接光照强度呢？就是当我们的光照在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也会反射其他到墙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你希望整个场景亮一点，比如说我们选个10，你可以将整个场景一下子变得很亮。好的，也不需要太亮，7，我们设到6左右啊，6左右。好，这个是关于场景，然后另外这些我们新加进来的模型呢是没有这个碰撞的，你需要来进行这个碰撞的添加。如何做碰撞的添加呢？可以到这个 Megascans 里面找 3D Assets 啊，比如说找到我们这块石头，双击进去，在碰撞的地方选择自动凸包碰撞。然后这个地方稍微高一点吧，16的32，因为这个石头呢还算比较复杂。好，稍微来看一眼 ，OK， 保存一下。好，保存好之后呢，同样的方法对其他的碰撞都进行添加。实际上呢这里都没有的啊，你可以看到显示，然后显示简单碰撞，你会发现这些碰撞都没有的。所以都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添加整个碰撞。好，完成好碰撞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